女儿家不好好读书，可是要嫁人的。只要我能考上功名，我自己就能做县令，还做什么县令夫人呢？时至今日，本王仍不信他会背叛。当年的真相，本王定要找到。她就是袁成明之女袁希月，由若风城后更名为云小月，如今已是小秦宫头牌。宋姐姐，你说云姑娘，她是真的喜欢跳舞？ 4500朵金花，这什么冤大头啊！出这么多钱啊！越翻越40中的催情之药，这小秦宫的妈妈也太不识人了。年老色衰又伤得这么重，她还用药逼你接客啊？来，想不到本王家人长得像一个小官儿。王爷饶命！我离家远行也是为了进京赶考。 给小人走个后门也不算过分吧？来，王爷生得真好看。小人从头到尾是定王殿下的人吗？住在隔壁是因为爱慕王爷。你在说什么胡话？坊间说定王殿下不能人道。王爷，小人是个大夫，您好像年纪也不小了，下官可以帮您生女儿。我们穆家有不少壮阳的秘方，您要是需要的话。 可以便宜给您治。哼，不要在本王面前耍花枪，小心掉脑袋。那这条腿还抱不抱？行了，你若考不上，本王养你3年。要是一辈子都考不上呢？那本王养你一辈子。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的生命就像泥潭里的枯枝，苟活于世。你就像这天上的月亮，我从来没想过，这明月。 会照向我。衣甲第3名，穆卓华。本朝律例，女子婚嫁之后不可再担任官职。莫大人，是辞官还是割舍私情，您终究要做出个决断。可本王是他的外室，是本王对穆大人一往情深。本王深知穆大人的志向，不愿意婚约。 束缚鲲鹏羽翼，只要能陪在穆大人身边，即便做一个无名无分的外室，本王也甘之如饴。穆卓华这个角色也是非常执着的一个女生，而且她坚信女子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只要我考上了功名，我自己就能做县令，还做什么县令夫人？非常的机灵。只怕小人还未说出下句，王爷的人就会在暗处出手杀了小人。用自己的这种聪明劲儿、机灵劲儿化解了很多问题。与虎谋皮，跟大人物交流。 不但要展现我的长处，还要透露一点自己的短处。当他遇到王爷之后，王爷的目的也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民生，所以他们俩也算是殊途同归。王爷对他的告白其实是让他非常感动的，他会觉得王爷默默地注视他、支持他，所以这种感情应该是在穆卓华看来非常非常珍贵。 我觉得刘演是一个经历非常丰富的人，身先士卒保卫国家，也是万民所敬仰的战士。不管是对他的皇兄，若用臣弟一死，能换皇兄的健康长寿，换取我南陈国泰民安，臣弟愿意死。对子侄还是对国家的子民们，或者是对他相知相守的爱人，都做到了他能够做到的极致。若喜欢你，便要让你放弃自己想做之事，
那不叫真正的喜欢。刘演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理形于色的人，其实他的表情和他的话都很少。我是通过一些细腻的眼神的变化和一些很细微的变化去体现他的这个不同的状态。那皇叔为何不回封地？内心比较复杂，他会有很多面，但其实每一面我觉得他都是真挚的。前20集的时候是真正的他也是想做一些善事儿，把这些赏赐换成米粮和物资，用在祭善堂需要的人身上。但是后期可能他有一些反转。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人，只能靠自己。小的时候一个出生的一个境遇影响了他的一些性格，权力是很重要的，而且是一个内心极其缺乏安全感的角色。但沈君红完全是一个例外。那你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是公主的心。我没有心。刘琛他是一个比较有成长经历的一个角色，他在前期呢做皇子的时候会比较骄傲，还是管好你自己吧。到了后期的话，就是他做皇帝，他就会慢慢的沉稳下来，然后思考的问题会更多一些。其实皇叔对于刘琛来说是和自己的父亲一样的，都是比较重要的人。琛儿，你总得学会怎么做一个皇帝。皇叔，朕明白了。其实前期对穆卓华的误会比较多，各种刁难他。先是狐假虎威的利用皇叔，然后再攀附沈惊鸿。但是慢慢的到了后面，他跟穆卓华一起出去赈灾啊，各种各样的，他慢慢的就会了解这个人。其实这个女子并不是自己之前想象中的那么的油腔滑调啊，耍小聪明，她其实是很聪明的。其实，如果是穆卓华，本宫也不是不行。剧本当中对他有很多那种精彩决绝，一代高峰，图我摧，也有自己的抱负，自然能为其所用。他又是极其专情的一个人。以后所有的伤和痛，都让我来替你吧。世人不过爱我精彩决绝、光芒万丈的模样，可只有一人，在我陷入泥潭之中时，向我伸出了手。我觉得这句话就特别代表了沈惊鸿这个人物的基调了。所有的演员老师都在这部剧里面贡献了精彩的演绎，完美的体现了每个人物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全片的高完成度做出了超越期待的贡献。